像那些亲戚的话，以前觉得我们买这个房子是笑话，那现在他们依然觉得买这个房子还是不值得。我身后就是当初李军花了30多万改造的这个房子，你们看一看，就是这样子的。小晴啊，据我所知哈，当时你们李俊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们都还没有结婚，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放弃了城里面的生活，跟他来这里隐居的？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嘛，反正相互支持最重要。我选择他了过后，我觉得他的每一个选择我都应该遵从他。我想的是，毕竟以后结了婚是要生活在一起的。如果是我们2个不一条心的话，那就没有结婚的必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朝着结婚的方向去的。所以他做的每一个决定，我都会尊重他。那李俊当时你怎么就想着就是带着小晴到这个大山里面来隐居了？也就没想着就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哈，然后你就没想着不是他理想中的生活呢？其实吧，当初我们俩走到这里来，其实都有同样的想法，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山里面的这种风景嘛。我们2个走到这里来，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很空旷，而且前面没有人家户，就看出去就是大山。想的是，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房子买下来，改造成我们自己喜欢的这种民宿型的，是不是隔三差五的可以在这里来休闲度假了？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后来就慢慢的就成为我们的第2居所了。确实这个地方很适合长期居住嘛。对，空气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城里生活着比较枯燥嘛，我感觉在乡下来，住在这里就感觉就非常有存在感，在城里面都没有那种儿时的回忆，就找不到，到处都是车水马龙的，是吧？那就是一般像现在哈，建一个房子的话，都才20多万。然后你们修这个房子，修成现在这个样子，都花了30多万，会不会感觉就是不值的？其实说不值，它确实不值。但是回想一下，因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这里不通路造成的。因为其实修房子它花不了多少钱，主要是我们的人工成本很大，就很多材料都是人工成本都是超过材料的几倍的。搬运是吧？对，如果说我们这个交通好的话，大概20万也能修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就是你们就是当时你的父母哈，他们都花了自己半辈子的积蓄，到外面去给你们就是买了房哈，然后你们又想着要到大山里面来生活，当时他们就是同意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吗？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到这里来是没有任何人支持的，除了小晴，没有任何人理解我的想法。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在农村又不值钱，你还花钱去买，就被这些亲戚朋友当成一个笑话在看我们这个事情。但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我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想圆我们一个田园梦。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农村打造属于自己的院子，像这样自己无聊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这坐在院子里面就能找到一种自己心里很愉快的事情了。别看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无人村，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村民到这里来养牛养猪的，然后他们也会互相照顾嘛，就有什么蔬菜呀什么的都会拿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有什么我们也会拿去跟他们分享。其实农村才是最适合人去做的地方。别人都称我们是神仙眷侣。其实我们最初的初心买这个房子也是为了跟一些朋友在这里聚会呀玩耍，像这种
我当初设想的就是我们做一个民宿，然后提供给一些来玩的朋友、亲戚在这里小聚几天嘛。对，而且我们也是设想的是在这里做一个 KTV 房啊，就唱唱歌放松一下，因为这里没有邻居，可以自由的放飞自我，是吧？对，就没有这就是我们选择这里的最主要原因吧，因为我们本来就喜欢人比较少的地方，因为人多的话，我们朋友来玩呀，可能会吵到邻居他们。在这里的话，我就感觉很愉快、很轻松，在这里很放松嘛。对，在这里的话，李俊的一些性格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像以前的话，他没有认识我之前，也没有来到这里之前，他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从小家庭原因就比较自卑，然后后来和我在一起了之后，我也是经常开导他，然后来到这里了之后，心情放松了许多。